我和他是在05年认识的，当时因为工作的关系走得很近，然后后来很自然走在一起。一点点岁数也大了嘛，家里也是逼着要结婚了。然后他父母就说应该我们去买房结婚，但是我当时条件不是很好，所以没有足够钱去买房，然后迫不得已我们就分开了。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。之后半年我就听说他跟别人结婚了，我没过多久就听说他离婚了，才2个月时间。当时说真的心里挺高兴的，特别高兴，但是又为他觉得有点不值。离婚之后第一件事想到就是马上给我男朋友打电话。当他来找我的时候心里挺矛盾的，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他的家里现在不知道我已经结了婚了，如果他家里知道我结了婚会怎么想？我家里知道他现在没有房又会怎么想？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快刀斩乱麻的开始我自己新的生活，还应该继续跟他在一起。说实在的，他离异这件事在我心里是有一定影响的。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。因为物质条件无法让2对青年人走在一起，于是有人就选择了闪婚闪离。他们希望爱情重来，爱情真的可以重来吗？让我们有请这对主人公来，有请。刘月29岁，天津无业无收入，索静27岁，公司职员，年收入3万元。有请2位主人公来，有请。你好啊。我看小片的时候，我很诧异，我以为我听错了啊。过去她是你女朋友是吧？现在也算是吧。现在也算是哈。应该算是。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是哪一年？05年。05年就认识了。对，05年认识。什么时候想娶这个女孩，跟她谈婚论嫁？07年左右吧。07年左右。对。就谈到这个问题了。对。后来呢？后来他结婚了。那时并不是说他想娶我，是我主动问的他。哦，你问的？对。那他应该说愿意啊，对不对，刘烨？没有。对。他当时的回答是娶你可以，但是没有房。哦，娶你可以，但是没有房。是。意思也是我愿意。意思也是我愿意啊，但是我没有房。哦，这个我觉得这个反正听起来费解。可你当时的表情不是这种表情。他什么表情？他就是那种觉得很诧异，突然间我会提出来这个问题。哦。所以，我那时真的我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。因为毕竟在一起这么久了。我不知道他从他的心里他有没有过想娶我的想法。于是他就跟别人结婚了。差不多，中间也有很多，就是我们争吵啊。争吵了多久？之后你结的婚？争吵差不多有1个月左右吧。吵了1个月？对，现在想想那时候好像感觉不知道自己过的那种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。每天就也是叫一些朋友去喝酒、打球，就好像用时间去麻醉自己那样。但是。喜欢打什么球？桌球是吧？对。然后呢？这跟你结婚差距很大呀。是，就是在我打球的时候嘛。认识另外一个男人，那时候也是，也许是，也是因为一个玩笑吧。玩笑？对，那个什么样的玩笑？那个男人就是开玩笑和我说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当时听见这句话的时候，真的，因为每个女孩的心中都。那个时候你认识那个男人多久？不到1个月吧。不到1个月，一个男人就跟你说你嫁给我吧。对，所以我现在想想，也许那时候你是怎么说的？开一个玩笑，我说可以，我说咱打一场比赛，如果你打赢了我就嫁给你。结果肯定是你输喽。于是你就嫁给了那个男人。可是为什么2个半月就离了呢？婚后我发现。他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。是不是在你心里爱的还是他？对。
我特别想知道，当你知道他结婚的时候，你心里是什么状态？心里酸酸的，酸酸的，就像被人用刀。那你没有去找他吗？没有啊，说短短的就那么几个月，你怎么就能嫁人呢？我干嘛去找人家老婆啊？那个，他结婚前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那你说自己的女朋友也没有特别明确的分手，你就不再联系了是吧？这几个月。偶尔发个短信，打电话问你好吗？最近干什么了？那为什么他离婚之后，你们俩又重新在了一起？离婚之后他给我打电话，然后呢，又是你主动是吧？你说我离婚了，我们俩可以再好吗？没有。你怎么说？第一次打电话给他是什么？就是说我离婚了。啊。他也是半天没有说话，我说我们能出来见一面吗？啊。就这样出来了，也是我先约的他出来的。啊，然后就又重归于好。我也说不出来那种感觉，就是两个人就是这么继续在一起。毕竟时间长了，就是男女在一起都会说我要照顾你怎么样。他不高兴的时候、受伤的时候，他找到我，我没有理由去拒绝他，我当然会照顾他。但是照顾他和现在要娶她是两个问题。今天二位为什么来？左静。我想通过这个节目吧，我希望主持人和专家们可以帮我一起挽回这段感情。你还想挽回他？对。你现在想走是吧？我不想走啊。那他谈得上什么挽回呢？我只是不敢再跟他踏进婚姻的殿堂，不敢给他任何以后的承诺，因为我的现状没有改变，我还是没有房。也就是说你现在只是跟他在一起，可以。在一起，对啊。我愿意和你在一起。可是那时候家里不同意我们，是因为他就是房子的问题嘛。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，家里也看出来了我对他的感情还有我们之间的感情嘛，所以现在家里也是妥协了。你的家里妥协了？对。妥协的意思是什么？可以说结婚的话，主要他的家里不用再去重新买的新房。哦，就是说可以你们婚后跟他的父母住在一起。人家不是也妥协了吗？但是你没有勇气娶是吧？对啊。可是我做了这么大的努力，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啊？现在我们没有问题，左静，我们没有任何问题，因为我们的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，咱不去想它。这个你永远改变不了。我可以有房，我可以再有房，跟任何一个女孩结婚，我都可以追她，然后再娶她。但是左静，你永远不可能是未婚，你永远都是结过婚的女人。可是我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只能认为他是想拥有一份比较幸福的人生，就是幸福的婚姻。不是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只是你找个女孩娶完之后，然后你离了再娶她是吗？不是啊。那你什么意思呀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说现在我能跟她在一起，但是我很难跟她结婚。不可以有承诺，我不会有承诺，我只会跟你在一起。对。接受吗？来吧，听听专家的建议，进入我们的丘比特问卷。两位，我们来看一下你们在之前答的问卷。男方的分数是59分，女方是76分。看来今天的决定权在男方手里了。当然从画画当中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你们的心理现状。那么这个男孩呢，可以背对女方，看来不是特愿意接受女方。那另外呢，这个男方在处理问题上边界不够很清楚。还有女方呢，两人距离仍然很远，说明女方和男方的沟通不够主动积极，就像刚才一样，很多的机会都错过了。这可能是两个人未来要面对的很大的一个问题。徐律师，我想问男方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你现在没有工作，你靠什么生活？没有工作的含义是没有固定工作，但是我也有别的收入。有很多就是说，兼职啊，或者说偶尔会有什么赚钱的机会什么的。你爱他吗？什么是爱？爱放在金钱那边，放在所有现实这边来说的话，爱肯定不是钱。
我不知道我爱不爱他，我就知道我跟在一起很开心。我以前爱他，我很多年以前我爱他，我愿意承诺，我愿意给他一切，但现在我不知道。你觉得你是一位有责任的男人吗？不是。为什么左静，不去做呢？你要这样的人吗？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知道，也许是因为我的问题，才让他变成现在就是这样对我的态度。所以我想去努力的去补偿，去改变他。那请问，你认为是因为他伤害了你，才导致你今天这个样子吗？不完全是因为他，不完全是这样，因为有社会的因素，太现实，我没有别的办法。要不你玩世不恭，你什么都不管，什么都无所谓，你开开心心的；要不你负起责任来，会累死你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就可以承认说，我现在就玩世不恭了，我就随便了，是吗？对啊。尤老师，为什么和他在一起？刘烨，照顾他，不娶她？不娶她，那叫什么关系呢？随你怎么说。哦不，我不说，无所谓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他肯定有个社会化定位啊，那叫什么呢？女朋友、好朋友、情人，怎样都可以。他答应吗？请问你，左静。我想跟他走到以后，因为毕竟已经5年了嘛。我很难去想象一种就是从男女朋友最后走成情人的那种。各位老师，觉得这么说有用吗？你后悔你因为一场球就把自己输给一个男人了吗？我不后悔。啊？我不后悔。不后悔哈？对。我已经无语了。如果生活什么都没有的话，没有尺度，没有界限的话，我想说我们还要活着吗？也许旁观者会更轻一些。来，进入到旁观者清。今天小左的父亲来了哈，大哥好。今天来想说一些什么？想表达什么？当小刘这么表达的时候，你气愤吗？很气愤。气愤。气愤。对。你的气愤来自于什么？我觉得左静，你不应该娶这样的男人，因为这样的男人他对你没有安全感，他对你不负责任，是不是啊？从你自身的条件，咱们不是说找不到一个你心目中好的人，是吧？反正我是坚决不同意你和他在一起。坚决不同意。永远不会接受。过去你对小刘是什么印象？他们谈5年恋爱。以前我对他们的2个人的就不太满意，因为他的经济条件不好。他们第一没有正式的工作，也没有房，是不是啊？我考虑到他结了婚，他们住在哪儿，我不可能就是让他们俩永远跟着我，啊。左静的妈妈呢？他妈妈去世了。在他多大的时候？今年。今年啊。是。是因为什么呢？脑出血。就突然脑出血。是的。还是因为女儿的事情急的吧？有一定的原因。今天在看到这个男孩子的时候，他做那番发言的时候，是不是您更加绝望？是的。是的。好，听听男方的，这个你介绍一下好不好？我朋友。为什么你父母没有来？我不敢让我父母知道我现在的女朋友是一个这种身份的女人。那你父母知道她吗？知道她。父母现在知道你们还在交往吗？知道。那知道情况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一直在一起。也就是说，并不知道他有闪婚闪离这件事情。不知道。所以你今天不敢让父母来。对。OK， 好。好朋友是吧？好朋友。对。就他现在这么玩着，你们怎么看啊？我没有玩，我很认真的。我觉得吧，就是刘源这个人平时就是特别重感情的人，然后有些时候处理事可能说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吧。你清在哪儿？对，你给他个建议。我作为朋友的角度讲，我坚决不同意。
那个古人云好马不吃回头草。哦。再说他闪婚闪离是对感情和婚姻的一个亵渎。再有就是我想，在座的朋友有很多都是开车来的吧？你们觉得是开新车好还是开二手车好呢？作为一个朋友，我们3个人在一起认识这么久了，我们以前的感情你不是不知道。你不要说我朋友，你不在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朋友怎么陪我过？哎，兄弟，小兄弟，问一句话哈，你能把一个女人和一个车等价吗？你值多少钱？你是一辆悍马还是一个男人？你告诉我。我宁愿当悍马。我是一个悍马型的男人。你说什么？我宁愿当悍马。对，因为你现在已经不具备人的属性了，你把自己变成了东西，变成了物，这就是你的可悲。来，继续可悲，我能怎么样？你让我怎么样？你女朋友这样的话，你能怎么样？你告诉女朋友，我愿意娶你，我愿意从别人的怀里把你娶回来。他为什么走？我想问一下，专家，现在跟他在一起是为了什么？为了照顾他。那你现在对我是跟你身上得同情到什么吗？什么？你现在对我是同情吗？不是同情。不是同情，那你觉得是什么呀？感情。我觉得我对你有一份责任，还有那么仅有的一份责任，在你离了婚以后，我应该负起这个责任。我不觉得应该把你推到任何一个人身边，因为你离了婚以后你会做任何事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想让你再嫁给另外一个人。那你现在还爱我吗？我不知道爱不爱你。错，说清楚。如果不说清楚的话，那么仍然给他一些期望，你是在害他。如果你不爱他，请说出来。我在很多年以前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爱了，在我女朋友跟别人结婚的时候，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爱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爱，爱不爱你自己最清楚。我不知道，不要受其他人影响。我只能告诉你，我喜欢他，我喜欢很多人，但我不知道我爱谁。我觉得够了。刘烨刚才说，我喜欢很多人，对，我不知道我爱谁，对，是你的原话哈？是我的原话。至少在现在，我觉得做一个简单的东西，做一个简单的动物，比人来的轻松。因为我不知道你多大，我81的。80后的那种压力你不知道，别说怎么了，80后有这个词儿，可是我为你付出这么现象多了，我现在一直在做挽回，在做弥补，我知道当初我错了。我告诉你，没有房可以改变，我可以买，我可以借钱，我怎么样都可以。当初你只要再走一步，再跟我坚持一步，我可以做很多。我跟家里都闹成这样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可是现在你结过婚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以前的你，你是一个离异的女人。每个人都会犯错，对不对？对。你错过吗？错过。我经常犯错。我也经常犯错。OK， 你犯过错之后的态度是什么？反省，以后尽量不去犯。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从来没说我走近你不许离开我，现在是怎么样？我跟他说过，你可以任何时间找任何男人，我只是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在身边，你不需要的时候我会闪，只是这样。是这样是吧，左近？那你觉得你自己现在是个什么呢？我不介意我在你心里是你就来了，什么。我不需要你了，你就可以走了。我就是这样的角色。你不觉得你这样的话，你自己看不起自己吗？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没必要看起自己，你明白吗？我只想让你过得好一点。我觉得你当初结婚你是自私，你就是自私，真的。我现在我不知道我怎么想，我就知道这样能让你好过一点，能让你过得开心一点。我妈妈都已经没了，我现在只有你。说错话了。我现在心里完全想的都是你。因为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所以你就可以随意的践踏我的所有。我没说你，别那么激动。左近，我们的工作是说，来拉一把，来推一把，来握手，走在一起，看清楚事件中的真相好坏。该说的我们都说了，自主权在你手里。两位，黄金60秒，你们各自做一个明确的表态。来，黄金60秒。在你们俩的传统习惯里是 Lady first。来，女士优先，向男人求婚。5年了，走过的每一步
我们两个人心里是最明白的了。有过很多开心、幸福的事情有很多。我知道我曾经做过了那些也许在你心里无法挽回的那种错误，可是我希望你能再接受我一次，因为我真的爱你。没了。骄傲的刘越，我不骄傲。开始，黄金60秒，1分钟表白。首先，我感谢专家们、主持人，不用感谢我们，跟他表白。还有各位朋友今天对我们的关心。左静，不管咱俩结果怎么样，你都要好好的活着，对自己好，疼自己，别再做傻事儿。如果以后你能有一个漂亮的女儿，你替我告诉她，丫头，只要你们相爱，没有房也能结婚。好了。好了，两位去转门吧，请慎重选择自己的人生。来，把我们的男女主人公转到后面去，请转门。现场的观众朋友，请你们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是订婚还是分手？好，3.92%的朋友选择了订婚，让我们一起倒数5秒，看看今天这一对的结果是什么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你爱你爱你，不弃不离，不在意，一路有多少风雨。你留下来我是知道的哈，你是同意跟他订婚了？当然啊，当然。你给他承诺了，要娶她了？对啊。我能不能问最后一句？可以啊。你为什么会留下？当初你没坚持，你再坚持一步，现在我们就是3周年了。今天你坚持了，我给你承诺。来，我们有请出我们的小花童来，送上的是由曹氏珠宝提供的钻戒1枚，来，戴上吧，承诺吧，求婚吧，来这边。亲朋好友可以一起来祝福他们。这样。爸不来，爸都不来，气坏了。来，父亲来吗？来，左静，你的父亲好，一直坐着。是你去请还是我帮你去请？还是小刘和你一起去请？我去吧，好吧。能说的只有一句话，祝幸福，祝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生活。希望这一幕是发自内心真实的。左静，对自己的生活负责，你对生活笑，生活对你笑，你向生活哭，生活对你哭。祝福你。我现在心情真的挺激动的，在一起那么多年了，真的很爱他，只是到后来不敢再说这个字儿，真怕有一天再会失去他，真的不敢想。
但是今天他能够真的跟我走到最后，坚持到最后，我认为他这次也为我做出很多，我没有必要再犹豫，我应该跟他在一起。我非常感谢这个栏目组，如果没有他们，我想我不会和他有今天这样的结果。我们现在真的很开心，谢谢大家。